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其实我不认识你，没事啊。大家好，我是刘奎，欢迎各位，欢迎。自我介绍一下，很多朋友不认识，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点不一样的话题。今天跟各位聊一下教育 ，education。我受过教育。但是我从小受的是我妈那种非常高压严苛的教育。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我现在是开智了。我小时候非常的内向，我为了锻炼我的外向、自信、大方，我妈就从小把我送去学那个少儿口才班，学习朗诵，学习表达。我跟我妈说：“妈，我不想上。”我妈说：“儿子，你上这个课之前你还叫刘奎，你学出来你就是康辉。”各位，我当时才5岁，我不认识康辉，我是菊萍伪粉。但是各位，少儿口才班里面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小康辉、小菊萍，都是像我这样的小疯子。那个少儿口才机构教的内容非常的刻板，大家肯定有在网上刷到过，会要求每一个小孩读任何的文章都要打起精神。但是各位，5、6岁的小孩，他们把控不好那个精神的尺度。就导致每一个小孩一开口朗诵，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我们小时候就是20多个小孩，每一个人一开口没有一个内向的，每一个人一开口都是。我上课的时候，我特别想告状，我想说老师，他抢我氧气。回头一看，老师已经在后面。我们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非常的刻板。比如说，非常多的文章，大家小时候学过，第一个字儿永远是啊。春天，你感觉小孩朗诵以前都要先整一口。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春天是53度，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要脱腔甩调。读5字古诗，重音都在第3个字。静夜思都这么读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各位没有逻辑，因为你要是把床前明月光翻译成大白话，你说的就是你看天上有一轮月亮，它就没有逻辑的。这玩意儿没逻辑，哎，压根儿不需要花钱学这玩意儿，对吧？不就第3个字就是重音吗？但各位，你们今天来早了，今天刘奎老师免费给你们上课。今天全场3秒钟学会少儿口才，同学们上课。下面开始，全场跟我一起举头望明月，来举头。你听听，和狗叫有什么区别？我都怕这帮小孩长大之后偷偷来到现场看我的脱口秀。我在台上讲一个段子，他们在台下哈哈哈哈。哎，这个梗很有讲究的，这个梗说明5哈里面只有一个重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哈的重点邓超老师，让我们把特别好，对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学的东西一定非常刻板。你比如说，我们不懂文章的意思，老师为了让我们更加精准的表达，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字儿都精准到我们的手势动作上，就导致我们的朗诵特别像在练武术。我们小时候一篇文章就是这么朗诵的：自从那一天，我的妈妈发现了我。一堂课上下来，口才没学会，肩胛骨都骨折了。我是5岁上的那个机构，我带过那个机构的标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标语叫“学习艺术，报效祖国”。我说你这样，哈哈哈哈哈！祖国只会报效。对吧？我不仅学过少儿口才，大学我学的是播音主持，我也兼职过少儿口才老师。很多家长就不负责任，把孩子送到我们2楼学少儿口才，自己立马去1楼打麻将。就是孩子们在楼上千磨万击还严谨，父母在楼下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就是这样学这些东西。我是按照我正常的方式教孩子，平时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就怎么朗诵，没有这些假模假式的动作。不到1周时间就被家长投诉了，说我教的不够认真，说我声音不够大，动作不够大。我当然就跟他说了，你觉得声音大、动作好，你怎么不这样？你怎么不这样跟我说话？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我这么大人了，我可不来。”这就是家长的态度，觉得孩子不学点什么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孩子教出来是假大方，家长也是真小气。
因为有非常多的兴趣班可以选择。我都猜到家长在家里怎么交流的了。老公跟老婆交流说：“哎，咱给孩子送去学钢琴吧。”不买，钢琴那贵死了，要买5、6万呢。那送孩子学吉他，那不买吉他，吉他需要买吉他那1、2千呢。那送孩子学口才，口才只需要买水，还有氧气罐，对吧？真是的。那他们在这交流，那学这么多东西都要花钱，那别学了吧？那不行，得学，总不能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吧？咱。家长就是这样的态度。现在学口才甚至越来越小了，甚至你们上小红书搜，不只有那个少儿口才班，甚至有那个胎教口才班，就是给正在怀在肚子里的宝宝听那些朗诵的音频。胎教口才班，我都怕孩子羊水呛着。你指望以后孩子教出来怎么办？教出来之后就会大大方方，很会来事。以后别的孩子出来都是喂喂喂，你家孩子出来第一句，哎呀，爸爸妈妈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各位爸爸妈妈，哎呀，哎呀，哎，这个是葡萄糖是吧？哎，我自己先罚一袋。哎，爸您慢点，这脐带别绊着您。哎呦，真的是。哎呦，这位是王医生是吧？感谢你把我带来这个戏，听我热血心，温暖了四季。所以朋友们，你看学少儿口才这些东西真的没太大的用处，很多机构教的内容就是刻板。你学了以后，你教不出，你成为不了小康辉，成为不了小鞠萍的。你学20年以后，你顶多能成为刘奎。各位，不管就是一个纯流水的生产线，管你什么不同性格的孩子，管你什么 INFP、ENFP， 教出来都是我这种 ADHD。就是我理解家长的焦虑，各位，因为家长老跟我说一句话，说自己家里没背景、没资源，得靠孩子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加的外向、大方、热情，才能被喜欢。我说 OK， 我理解，但是没背景、没资源，那不是你的问题。干啥要把压力给孩子呀？对吧？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去提升背景；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学少儿口才，对吧？你别让孩子天天学什么举头望明月这种东西。你倒是在你们部门聚餐的时候，你说今天我买单。今天的家长会就开到这里，我不是康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刘奎，喜欢刘奎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刘奎。怎么样，乃文老师，这个又不太一样哈？不一样，这个让我还久久的在沉浸在他的这个表演当中的同时，还真的在反思哈，就是咱们的这个少儿班，这个包括教朗诵啊、表演呀，就是目的是什么？让孩子自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能有那种过分的模式化。我觉得这种模式化可能是一个误区。就是老师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家长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反而是把孩子给害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但是我跟你说，有一点很厉害。平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啊，就是语速适中，跟人物合适是 OK 的。语速快呢，它在一定的频率上快到这个地步了，很危险，因为经常容易断了以后，下一句是什么的很难能够接得上。他就是有这个天生的这个能力。我跟你说，就比如说他的稿子拿起来，如果跟凯峰的比，应该比他长不止1倍以上，应该是同样的时间段。看来那班上的还是对的。对，我觉得这个他整个演完了是，应该说叫身心俱疲，应该是。所以说，这就是小时候上这种班上的多的，你知道，现在就是欢迎你来看群星闪耀时。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反正说，不管说分数能不能上200，我觉得刚才的心跳应该已经过了200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次刘奎的表演更疯一些，今天还算收敛了一些，对吧？上次燃尽了，燃尽了哈。你累吗？现在？现在，那他们说累，我累。因为我之前就是和你有同样的一种感受，我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群特别可爱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在朗诵或者是在唱歌的时候，他们都会同样的速度在这样摇着头，然后所有的笑容都是模式化的，我当时就会很心疼这些小朋友，因为他们都被规训成了一种样子。而且有一个其实挺离谱的，就是非常多的那种宣传机构的视频，那些老师在视频里说话也完全是这样，什么播音主持应该怎么学，家长听我讲这3点，他们也是故意用这样的腔调说话，是因为这样非常好去骗到那些不懂这些
想去单纯改变孩子说话腔调的家长，非常容易骗到这些人的钱。所以你这段很有意义。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讽刺那些特别不负责任的家长，就是你根本没了解清楚到底是一什么事儿，而且我觉得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怎么今天来教大家什么叫表演，可能那些家长还真就想让孩子成为这样的人，他觉得这才算学到了。你要说去完之后说，哎，还跟平时一样，可能要觉得这钱花的不值当呢。我觉得这个能给大家提供一点警示。但是刘奎，你开的不是真正的家长会，真正的家长会。给孩子选皇家美素佳儿奶粉，3重真萃3地育护，宝宝底子打好才能大大方方勇敢闯世界。以上我所说的全是重点。好嘞，那我们把张无为也请回舞台中央，我们看一下这组好朋友之间的对决会是怎样的结果。恭喜刘奎175票，那按照规则，我们要先请张无为前往待定区。满分10分的话，给自己打5分，不是那样节奏，也不是那样的临场反应，我自己应该能做得更好，但上台有点乱了，有点慌了。那我们也恭喜刘奎直接晋级。从小接触的，家里干主持的，我妈我哥都是主持人，有时候有些电视台的活儿，然后有一些就是在比较下沉一些地方主持商演啥的。伟呀，他们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但是的脆弱，确从小被训练了。从小上这个课有一个好处，我口齿清晰，然后完事儿我表演风格语速又超级快，就是我能快的同时让观众听清，这可能是好处吧。你们没想到对脱口秀有用。接下来要上场的这2位演员，清风拂山岗。那这组对决要率先上场的朋友，上一场就用一种很清新净化心灵、净化全场的表演，收获了很多，包括我们这边朋友的这个喜爱。这一次他也会带给我们新的音乐能量。我们有请徐不弃。谢谢，大家好，我是徐不弃。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音乐脱口秀，聊聊分别啊，聊聊分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擅长处理分别的人，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希望可以用这首歌送给那个重要的人。我和你的缘分就这么3年，你赶我走，好像我从没有出现。我搬出东西，从你家里边，只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成全？我亲爱的房东，你就把押金退我吧。离开之前，我已打扫干净，地板亮得像你的秃顶。不知道你哪里还不满意？你说不满意你家的户型。我为你付出，你怎么忍心？毕竟我再住1年，你房贷就还清。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又说我的猫抓坏了沙发，可那沙发是我买的啊，我家猫也只有路由器呀。你就把押金退我吧，
你只说自己没办法。好怀念当初的我们多暧昧呀，我礼貌问价你都不敢回答，你只敢说撕撕撕撕，后台撕我撕你撕撕撕撕，暧昧的你呀。水电费我决定没有钱飞，物业我也帮你补了2年，为了你我已经做到了一切，包括为你我愿意吸干所有甲醛。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说都不容易，我也理解啊。我熬了半年，楼上装修终于装完了，那又是谁的新家？你说是你的啊。我只能一箱一箱把回忆封箱，我走后那些蟑螂谁来喂养？我期待你别看到我狼狈的模样，也期待你别回来看到你的房子变成毛坯房。因为就在刚才，我拆掉了你的空调，送给搬家师傅他都不要。我看不到未来的路多遥远，因为我们在搬你的床垫。每次分别总在雨季的晚上，我只好帮你打开了窗，用雨点撕撕撕撕撕，你的木板肯定会翘边，可我的蟑螂肯定能繁衍。你也会想念我吗？在这炎热的盛夏，因为我拆下来的空调和空调外机不小心撞反了。你也会想念我吗？你坐在我的沙发，你是否也会看着电视发呆？因为你遥控器在我这儿呢。你就把押金退我吧，拆不掉的煤气灶好像在看笑话。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所有仇和恨终将被放下。你听啊，是撕撕撕撕撕，是你家的瓦斯。还记得我只交了水电吗？燃气没交你别怕。谢谢各位。谢谢徐福气。喜欢徐福气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徐福气。我很喜欢，因为徐福气就他这次旋律也特别好听，然后你好像在徐徐的说一个很暧昧的故事，但是里面好像又都很一些小坏，对，然后就是一种小女孩可爱的一种报复的那种感觉，对，结合的特别好。我觉得你这个吉他像你的武器一样，就是你可以用它，然后表达你所有的情绪，但没真干啊，没真干。现场有律师吗？没真干。搁这儿呢，你律师待定呢。哎呀，其实上次就非常喜欢他的那个表演，但上次那个表演更加的
平和，更加的没有一点怨念，那给我留下的那个印象挺深的。这次是温柔的一刀啊，这是温柔一刀。所以说，谁的人生里边会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波折的？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喜剧小电影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个房东虽然没出现，但几乎长什么样，他的谢顶啊，他的抠门啊，他的各种，你好像都看到了。他整个的场景，整个的人物都非常的清楚，而且用一首歌表现出来了，非常喜欢。谢谢波哥，清新，然后里面呢也确实像思纯说的淘气，就是让我感觉哈，你就特别像我的一个淘气的房客，什么房客？那你才是房东呢，就淘气的小妹妹。我也很喜欢乃文哥的兔子舞。啊，是吗？好吧。开玩笑，那个没道具，那得有补鞋那个。你们别站起来看了，这没有这环节。对，没有。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让我感觉你表达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淘气的也好，或者说是稍微有点过分的东西，对你来讲都是能够让人理解的，都不会生气。所以为什么我在想你的这个名字起的就叫徐不气，就是你不管犯什么样的小错误，有什么样的恶作剧，都不会让人生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自己个人的魅力。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大宅要接我的原因，先让大家平和一下。黑暗童话啊，虽然您的这个整个这个形象是外貌非常清新啊，虽然最后没干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挑点那种你干了的，但没那么暴烈的那种坏事儿，因为这到最后听我有点悚然，啊。他的那个音乐，他的曲风把这个事儿包裹的，就像一个假定性一样放在那儿。其实这事儿是，如果是我们讲话脱口秀是没法说的，对。这好，这得吊凳了，我们这儿都应该啊。我觉得这种形式还是挺好的，而且您带给我们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谢谢。他这音乐因为有个节奏在，就是这种铺垫反转，我老猜最后的这个你使的那坏招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这个我在沙发底下给我的小蟑螂留了几顿饭，就是这种。是，谢谢徐不气，谢谢各位，谢谢，请你先来到休息区。我感觉单口喜剧的内容，我讨厌这个讨厌什么，但是它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整个氛围都很美好。不气那个创作我很喜欢，不气像很多层的焦糖布丁，就是每一层你吃到都是不一样的味道。首先是一口甜的，下面可能是抹茶味的，带一点苦。他在讲租房的各种遇到不行，然后再往下可能是有一点辣，就是他的一些小反击，然后再到后面是那种橙子味的那种感觉，有一些刺激性的那种感觉，觉得好聪明的女孩。而且我一直觉得不气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徐不气的对手，下一位演员也是我们这一场的最后一位演员，我想也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加油！走吧！有请我们去年的冠军，我们的狠人翟佳宁。好嘞，谢谢。好嘞，不要这样了，我们再选新的冠军，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欢迎我，朋友们，你看，我是不是也是这2年努力的在观众面前经常出现，才让大家相信我不是一个恶人的，对吧？朋友们，我这一轮就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我这个面相确实太粗糙了，我很羡慕其他的一些单口演员。我就永远做不到他们那种能在舞台上让观众笑中带泪，展现出那种精致的破碎。为什么？没人同情你这个面相的人。我就想，我现在就搁这讲那个，我也有抑郁症。到时候呢，弹幕评论肯定是，你看，我就说骂他有用，你知道吗？可给他骂抑郁了。破防了，再来2句。没人同情你这面相人，我就说我原生家庭也不幸福，我妈老打我。观众啊，他妈能打过他？他爸咋不打呢？我收到很多那种评论，都是说我这种人看起来面相就很无情，
说这样的你这种人，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无法共情苦难，你这辈子是不是都没哭过？我现在已经麻了。我说是我从来没哭过，我生下来那天都没哭。我出生第一天，先剪的泪腺，后剪的脐带呀。从我妈肚里钻出来，我就抹着把脸，磨磨唧唧10个月，这给我憋着呀。真的，朋友们，我甚至收到过那种善意的私信，都夹杂着一丝戾气。他说：“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原话：“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你这种直冲天灵盖的直男味儿真的很治愈我。”看了你的表演之后，我学会了勇敢。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做一个爱骂人的小女孩。我说你翟叔叔是小男孩啊。朋友们，哎，我今天来就想挑战挑战。说实话，我真的想努力改变一下，就是挑战这个播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给我这种面相的人解释解释。啊，瞅大家这反应能看出来，这个挑战很不小啊。朋友们，说实话，说我这种面相人没经历过苦难，无法共情苦难，真的很冤枉。我作为一个东北90后，我负责任跟各位讲，你知道我从小得挨多少打，受多少挫折，才能变现在这么善良吗？我小时候挨打那时候都没有共情这一说，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霸凌对象这个词儿啊。没有，谁管你叫霸凌对象？我小时候挨打没打过人家，他不叫你霸凌对象，管你叫完蛋玩啊！我小时候挨打了没打过人家，让我爸知道了，他为了教育好我，还得再打我一遍，一边打你一边教会你人生中第一段绕口令。下回他再打你，就像我这么打你，这么打他，听见没？这就是那个时代。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奥德赛时代。我从《水浒传》时代过来的，真的，《水浒传》时代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水浒传》的流氓打人零强零弱，强的他也打，弱的他也打，打强的他有成就感，打弱的他有趣味性，你知道吧？他们打你会给你一个毫无逻辑但是百搭的理由，叫你挺美的，就你叫翟佳宁啊。你挺美的呗，毫无逻辑。就你学习好啊，你挺美的呗。有时候都前后都矛盾，你长这么磕碜，那你挺美的呗。一边打你还一边喊让你美，让你美。打完之后问你还美不？我从小就能共情潘金莲，我就知道美是一种罪过，朋友们。哎呦我的真的朋友们，长大之后看那广告我都害怕，那个面膜广告说你本来就很美啊，这就是我那时代经历的。朋友们，我说实话，对于霸凌我真的很有话语权。前2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霸凌的帖子，一边同情一边又很伤心。他说你以为的霸凌是我刚才讲那种黄毛堵你墙角踢你管你要钱，他说真实的霸凌是一堆面相和善的人，然后形成一个小团体，孤立你一人，完了嘲笑你。我说句心里话，朋友们，虽然孤立人也不对哈，但我多么希望我小时候经历的是这些真实的霸凌。他孤立你一人，那不是放过我一马吗？我都没看懂啊！一群人形成一个团体，把你孤立起来嘲笑你，这不脱口秀吗？这不是。你们还笑？你们这帮霸凌的人啊！这就是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因为你挨打了同情你，但你会因为扛过挨打而有人夸你。我经常被夸，翟佳宁你真厉害，被5个人踢自己就站起来了，就这么夸你。如果这也算夸奖，我也夸了很多一轮游选手，我说你真厉害，在台上2-5分钟自己就下去了。这就是那代人情商。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就是挨打这个人本身，他也不因为挨打而感到难受，他会经常也因为自己扛过去挨打很骄傲。我经常跟别人说，这也就打的是我，要你早被打死了。所以朋友们，这就是我那年代的问题。
你知道吧？很多男性他就以为那个挨打了之后，挨过苦难之后跨过去了是用来吹嘘的。朋友们，所以我最后我挑战一把，我想说一句我心里话，我特别共情吴京老师，他是为数不多因为苦难挨骂的。我跳过楼，你跳过吗？这是苦难呐！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没人共情他，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一致，是吧？就你跳过楼，那你挺美的呗。我共情他，我们只是没学会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已。咱不会半夜12点在小某书上发一个帖子，是吧？被坦克压过的，请来我这儿集合一下。没学会呀。哎，朋友们，说实话，哎，非常感谢各位跟我笑到现在。真的，我一点不骗各位，真诚的说，这个段子这个主题应该是我讲了3年线上写过最难的一个段子。如果你们一下不笑，这段子就是纯直冲天灵盖直男味的演讲。谢谢各位，谢谢。我真的很开心，但也不敢太开心，因为开心过头了之后，播出来就有人骂你，就你叫翟亚宁啊，你挺美的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真挺难哈，忐忑，是怕什么？就是怕现在这个环境下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话题嘛。我本来不是讲这篇的，我本来写了一篇 AI 的段子，然后就抽冷着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说咱得讲这个呀。完了我就写出来了，然后头一回就是今天就比赛了，昨天那个词儿可能还没改的特别好，完了可能还赶了5、6场开放麦输一词儿，真的感谢各位接受这个话题，谢谢。啊。我觉得你这个没有在说男性怎么样啊。我作为女性，我会有同样的感受。比如说，你说男性是必须是强大的，我不能哭，我经历什么东西我都要强装怎么样？那我们小时候对于女孩的教育，大多数是你要乖巧，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好像听到的一个声音是告诉你、灌输给你过的。对吧？所以就是男性有，女性也有。然后，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个话题是我想准备，就是后续我搁线下专场里头讲。我其实内心是个邪恶的人，你挺美的呗，反正。对。我觉得你还是心太重了，他太担心这件，我觉得挺好的，是一个很好很完整的作品啊。被说多了他。哎，那你上次哭是啥时候？上次哭，哎，我真记不得了。上次哭应该是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跟美国男篮打成那样，我当时热泪盈眶。但我觉得你挺性情的，因为上一期你是第一个晋级的嘛，然后我就总能看到你在那，就是只要有人演特好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在欢呼。厉害！哇！后来我还刷到你发了一个说，我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批观众什么的，你给大家跪一下。对，你是一个很性情、很容易感动的人，我觉得是。但有的时候我这个面相和性情了之后，可能让人误会吧。哎，真的，我有一个困扰，我还准备拿来当前提写，我不太敢夸别人，朋友们，我夸别人就像阴阳别人。那你要不要试验一下呢？你试试。就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吧。那个有一次我跟那个一群人一起看演出，完了各自打车回家，完了那个有一个女生就问候我说到没到呢？我说已经那个从车上下来了，她就跟我开了个玩笑，她说哎呦那就好，我担心司机跟你合影，我就回她幽默，她就回我你在阴阳谁呢？真的，我就发自内心我说幽默。哎，这个事儿好像跟面相也没有关系，你们甚至在发微信，是头像的问题。我觉得你想多了。因为我看过你线上的，就是你吐槽别人吧，其实我还觉得吐槽的挺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吐槽，让人就觉得还，哎，一琢磨有道理。那肯定的呀，没有道理我就废了。
包括挨打，就小时候是不是咱们都挨过打？那对，被家里被外面，对吧？这个但尤其男说实话，客观来看，他应该是像小时候打人的那个。我也觉得是。你看这就是误会嘛。我青春期15岁的时候，我1.42米。哦，真的就16、17那2年才长起来。我小时候那个班级是订班服的，然后男生一套，女生一套，我穿女生那套。因为男生最小那号我穿都大，我发育非常非常晚，然后经常被挨揍。但是你看，这就是风格，这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他的风格。刚才跟那个徐步器前面的感觉是涓涓流水啊，一个小溪流过去了，这面就感觉是一个碎石机往里边扔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我吧，我就曾经吧，我就他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风格，但是就很过瘾。特别过瘾，而且我觉得刚才听起来就是特别有趣的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一个粗壮的方式自己自诉了一次委屈，你知道吗？敢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谢谢。我是觉得啊，大宅这地儿特别让人钦佩点在哪儿？因为本身我们做喜剧啊，其实是要说一些个。不能太大众的话，就是你的观点一定不能是大家都特别认同。你通过这5分钟、8分钟，你让观众相信了，你让大家认可了这个观点，哪怕这个观点大家我听之前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个谬论，它就不应该，它就不对。听完你了，我觉得哎，还真有点道理。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觉得你这还真挺厉害的。对，聊到这儿多说半句，好多朋友问，就是下意识的会想，哎，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你为什么会说这套段子？哎，怎么说呢？有一个词儿就是论技不论心吧。我作为，因为本身我也是脱口秀演员，我就希望大家少问问演员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大家多聊聊我讲的这个段子好还是不好就行了，是吧？反正我是这个感受啊。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很少有我这面相的人站在舞台上啊，我感觉我。在这个喜单这个舞台里，该获得的也获得了。你要突破，那怎么突破呀？如果还大家都讲一些就是绝对安全立场的那些主题，我感觉可能脱口秀这就感觉没意思嘛。我这人还挺叛逆的，当网上有一种声音多了之后，我就天然的我就想把它往回掰一掰。我也非常欣赏他的人格。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四季豆型人格，就现在网上都在说这个油盐不进，不熟的时候还有毒。你看他那张脸，你会觉得我说句话他都不能搭理我，但是你不管说什么，他一定会给你回应的，这种有求必应的感觉。崽子那天上网一起去的嘛，请我们吃包子，太敞亮了，太敞亮了，翟哥，我爱上他。你就是我们大哥，翟。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说他的底色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多写自己。我说为什么你播客圈粉？因为你播客里讲了很多自己的事儿，包括他去什么工地救狗呀，是狗掉化粪池，他下去救，这都是这种事儿。反正他这人三观又特别正，然后又特别善良。然就是面恶心善，说的话也毫不留情，有时候也挺难听，但是活儿又都干了，他还是第一个回来的。就是他的回来才造就了很多老演员回来嘛。其实他付出了很多。你要是幽默能逗人笑的，永远你会存在的，就这么简单啊。我们把徐步器也请回舞台中央。风格迥异啊，这个观众朋友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200和190，差不多吧。恭喜翟佳宁，按照规则，徐步器185票，很优秀的成绩，但还是要请你暂时前往待定区。都很棒，都很棒啊！我没把它想成 PK 吧，但是我当时搁台上还挺紧张的。我要是一紧张，就爱说朋友们，你仔细观察观察啊，爱说朋友们，紧张。那话题对我来讲有挑战，怕自己就是无法把这个话题放到这个环境里能讲好笑啊。好笑的，我觉得选的没错，就让我觉得输的，但是很有尊严，不是吗？也不算输。我就希望我熟悉认识的人能走远点，然后传播好一点，大家以后在事业上能更进一步嘛，能有更多的受众嘛，这是非常好的啊。同意。俺也一样嘛。这可能是从风格上最难直接对比的一组比拼了。那我们恭喜翟佳宁199票直接晋级。咱们这边4位气氛组组长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整场。
简单一下，就是从这个新播开始到大宅结束这一圈，正好这2位老朋友，这都是标准脱口秀，中间有很多个人风格很明显的这个脱口秀啊，没人反正都绕回来，都是这些人，咱们跟这儿都挺好。那7位也不是说就离开咱们这儿了，是啊，还在待定，再往后看吧，后边也挺精彩的啊，跟他们一样精彩的。风格迥异，但是到处都有发光的点吧。因为人的差异性、人知识结构的差异性、生活经历的差异性等等的差异性，造成了不同的精彩。我说每个人带来的那个不同的感受，有的是因为之前的职业、之前的生活、之前的伤痛等等，造成了舞台上的不一样的精彩。那我就期待后边会出现更多更有意思的东西。哎，这是乃文哥这个现场看的第一场脱口秀演出了。虽然是脱口秀，但是我觉得就更像一场摇滚音乐会，就是能量挺大，就大家对生活、对自己，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能量对我来讲挺冲击的，所以我一直还在反思，在思考他们就是你们说的很多段子，说的里面的一些梗，其实里面含义挺深的。还好没结束。当然还有下半场，当然，所以我非常期待。是，也希望这个演员朋友们创作的这些能量能传递到这些能懂得他们的那些人的心里。那我们对抗路友谊赛的第一场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得票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各位请看大屏幕。我们恭喜王凯峰210票，本期比赛的最高分。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我们也恭喜所有直接晋级的朋友。那今年的1v1对抗路友谊赛强强对决之余，也有这种相爱相杀的戏码。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活动，助力你最喜欢的演员赢得惊喜爆梗彩蛋福利。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员朋友，谢谢。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辛苦了！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我们下一场精彩继续。喜报喜报，今晚加餐不用等，淘宝闪购帮你省。嗨，淘宝闪购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哎，好丰盛的下午茶！上淘宝闪购搜“悦享”，悦享会员享1对1即送券。感谢够快、够好、够优惠的淘宝闪购，我去享用了，拜拜。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感谢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宁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自拍旗舰，2亿自拍一出手，追星大片跟着走。为健康护航，让快乐加分。感谢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药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了收工了喜剧之王，恭喜王凯峰成为我们这一场的第1名。兄弟，你兴奋过吗？你08年奥运会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08年奥运会他才8岁，所以这一轮就属于是华谊遇到了诗意，然后决出了一个诗情画意。举杯吧，哎呀！大家好胜心重吗？好输了。来哥有想会输吗？我们这个待定间不会迎来去年的冠亚军，不要来了。你有没有留过一些特别超越人类常规认知的发型？梳个大后背，然后这两边是剃光了的。不是哈兰德，空中哈兰德。下面进入游戏环节，危险的信号。只要在场有人说出了危险词或危险动作，被触发的人需要立刻站起来做。天呀，天呀！我
我觉得多这些节目会更好看。那老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今天是第2场，让我们欢迎老朋友给大家暖个场，欢迎刘仁成。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我是喜单3季以来咖位最小的开场嘉宾，但我没有那么自卑啊，因为毕竟不是名次最差的。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没看到，他考试都把时间挡起来了。年纪轻轻就脱发脱成这样，只有2种发型适合你，一个美式前子，还有一个也适合你，梦回大清。你们谁见过葬礼上送 LED 大拱门的吗？上面是鬼弄的字幕，两边柱子上摆着鲜花，在马路上一字排开。我火了以后，有的观众说：“姐姐要走花路哦。”我说：“走吧。”前段时间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聊了2句，她就说：“哎呀，那个先不说了，我去吃饭了。”我说：“行，祝您用餐愉快哈。”清宫剧中医就不干正经事儿，就干3件事儿：第一就保胎，第二就下毒，第3假装保胎，实际下毒。脱口秀演员是什么货色，大家应该知道。带我去看恐怖片，想看老子怎么捂眼睛。我看到恐怖的地方，直接用手勾住他的眼睛，他是真吓坏了，忘了这是谁的手了。观众给出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不是我。排队排最后合照站最边上。我咋办？你开场唱，我赶场，点绿9响。从来就没有女生举来主角气场。你只是北京腔，我可是北京腔。没有万人敬仰，只有万人敬仰。就我自己努力奋斗。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打。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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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每周一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奇硬化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前程无忧无要照，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拥有到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